给你新资讯，给你新视角，欢迎回到游戏新世界。在今天的影片开始前，我要向大家说明，有很多好朋友常提出的疑问。没错，我是 AI 旁白，你可以叫我小白。本频道的主旨是在传达游戏情报 ，AI 只是帮助传达的工具，希望能让更多喜欢游戏的朋友们接触最新的资讯。谢谢大家的支持，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如果你是全军破敌历史系列的死忠粉丝，尤其是从中世纪2一路苦苦等候过来的老玩家，今天这支影片你绝对不能错过。就在最近 ，CA 官方进行了他们全军破敌中世纪3的第2次 Building Medieval 开发者直播，而这一次他们不藏了，直接把重点放在了所有全军破敌系列玩家最关心也最常吐槽的核心机制——攻城战与定居点。而且这不是画大饼的 CG 动画，而是由创意总监和游戏总监亲自上阵，向我们展示了引擎内实际画面的战斗原型，从城墙防御到街道巷战，细节满满。今天这支影片，我就来帮大家把这场长达1小时23分的直播精华，浓缩成最详细的深度解析。提醒第一次来到本频道的好友们，不论你是喜欢本频道介绍的游戏主题，或你是发誓要对帝皇效忠的战锤 40K 粉丝，都别忘记现在就去按下订阅频道的按钮。而如果有余裕，愿意协助本频道成长的好朋友们，也能加入最低1个月只要25元的频道会员，除了享有福利，还能让频道能做出更多更好的影片哦。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主题。在进入实际画面之前，我们先来聊聊这次官方的态度。这次直播的副标题叫 Building Medieval 3，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字眼。游戏总监在直播中反复强调，游戏目前仍处于早期开发阶段，这代表我们看到的很多 UI、建模，甚至光影，都是所谓的战位服。事实上，他们在直播中展示的游戏版本，甚至是前一天才刚刚赶工制作出来的。为什么 CA 这次要这么做？过去他们总是喜欢把游戏藏得超级隐秘，直到发售前几个月才放出精美的宣传片。但这次，他们希望揭开游戏开发的神秘面纱，把那些还带有瑕疵，甚至可能会出现 bug 的半成品直接秀给玩家看。官方设立了专门的论坛区块，提出核心问题让玩家回馈。或许这代表我们现在的每一个留言、每一个建议，都有可能真正改变中世纪3最终的攻城战样貌。让我们进入正题。CA 对于中世纪3攻城战的愿景到底是什么？在历代全战中，攻城战往往容易变成枯燥的爬墙模拟器或是城门绞肉机。拿中古战锤3来说，攻城战一直是玩家们和直播主们最讨厌面对的。但这次，开发团队希望将攻城战的重点从单纯的城墙攻防延伸到整个城镇的立体战斗。在直播的愿景探讨环节中，团队提到定居点将不再只是一个静态的背景板。中世纪的城镇充满了狭窄的街道、蜿蜒的巷弄以及错落有致的建筑。他们希望防守方能够利用这些地形特征进行节节抵抗，而攻击方则需要考虑除了无脑冲击主城门之外，还有哪些战术可以撕裂敌人的防线。这表示未来的攻城战中，你可能会看到更丰富的多阶段战斗。先是外围的村落争夺，接着是城墙的炮火对射，破城后还要面临惨烈的街道巷战。为了实现这个愿景，官方在直播中特别安排了一个工具工作坊的环节。这部分虽然看起来有点像工程师的技术展示，但透露的资讯非常惊人。开发团队展示了他们是如何在引擎中捏出一座中世纪城镇的。相比于过去全军破敌系列游戏那种千篇一律的罐头城池，中世纪3的底层工具显然经历了重大升级。系统可以根据地形的起伏、河流的走向，甚至城市的经济规模，动态且合理的布置街道和建筑。这代表我们未来在战役地图上攻打每一座不同的城市时，面临的战术地图可能都会有显著的差异。对于喜欢研究地形、布置交叉火网和伏击圈的战术型玩家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接下来就是本次直播的重点——引擎内实际画面展示。相信老玩家们对这个部分是非常的期待。虽然官方打了很多预防针，说这是极度早期的版本，但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部队在城墙上和街道中战斗的运作逻辑。首先是城墙防御，在实际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士兵在城墙上的站位和巡路机制有了明显的改善。过去那种部队卡在城墙楼梯上下不来，或是面对云梯时发呆的情况，官方显然正在努力从底层逻辑去修复。更令人兴奋的是街道巷战，实际展示中，部队在狭窄的城镇街道中交战，地形的限制让大兵团的展开变得困难。这表示包括了重装步兵堵路、弓箭手在后方抛射，甚至利用侧翼小巷进行包抄等等战术，都将变得极具实用性。你的骑兵如果无脑冲进城镇，很可能会在狭窄的巷弄中被敌方的长矛兵卡死，成为待宰的羔羊。
看完战斗，我们来聊聊另一个重点系统——定居点防御升级。在直播即将结束时，开发团队抛出了一个非常深度的问题：当你在战役地图中选择投资升级你的城池防御时，这到底会带来什么实质的改变？在中世纪3中，防御升级将不仅仅是数值上的，守备军数量+1或是城墙血量+10%。官方明确提到，玩家可以自定义多种防御建筑，例如，你可以选择升级不同尺寸与厚度的城墙。你可以决定要在城墙上安装什么样的塔楼，你甚至可以选择要在城墙上添加木质突防。这是一种中世纪常见的防御公式，让防守方可以从城墙顶端垂直向下攻击正在攀爬的敌人。到了游戏的中后期，你还可以选择在城墙上部署堡垒火炮，或者增加城门的复杂度，比如设置多重闸门或防御瓮城，来把城门变成敌军的绝对绞肉机。这种深度的战略投资，让战役经营与战术战斗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你花费重金打造的要塞，将在战斗地图中真实地体现出它的坚不可摧。总结来说，这次的直播展现了 CA 工作室极大的诚意与改变。他们不再闭门造车，而是大胆地把半成品的代码和未经打磨的实际画面展示出来，只为了听取我们这些真正玩游戏的人的声音。从攻城战的立体化愿景、动态的城镇生成工具，到城墙与巷战的实际演示，再到深度的防御升级机制，我们有理由相信，全军破敌中世纪3正在朝着一个非常硬核且极具深度的方向前进。官方也预告了，他们计划大约每3个月就会进行一次这样的进度报告。下一次的主题很可能会回归到战役地图的展示。我们频道也会持续为大家紧盯最新的情报。那么，看完这次的攻城战情报，你最期待中世纪3加入什么样的战斗机制呢？是更真实的城墙破坏物理效果，还是更聪明的 AI 工程逻辑？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更多喜欢全军破敌历史系列的好朋友们分享你的看法。大家一起期待这款游戏的到来。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我有制作更多关于全军破敌系列更多相关游戏的介绍影片，请直接点击荧幕上的连结前往观看，以免错过更多细节。也别忘了按赞、订阅与分享，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之后更多的全军破敌中世纪3情报。我们下次见。